使用均值不等式来求最值，最关键的就是构造出均值的形。那么怎么拿来一个千变万化的题，我马上就知道朝哪个方向去努力呢？这就要求我们要大量的做题，要长见识。你见的类型多了，一遇到一个新的问题，你马上就会产生想法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道题。已知 x 大于0 y 大于0 x 加 2y 等于5，给我这样一个式子求最值。显然呢，它既不符合 a 加 b 的形，它也不符合 a 乘 b 的形，所以我们要对这个式子进行变化。变化成什么样子呢？大家知道，只要分子是多项式，那么它的本质就是个多项式。所以呢，分母比较简洁，我就不动，它就是根号 xy。分母是根号 xy， 分子呢，我要把它展开，因为前面给了我一个代数式的值，我看一看展开之后有没有出现这个代数式，我把相关的值带进来。所以分配率 2xy 加 x 加上 2y。然后再加1，果然就出现了 x 加 2y， 把这个值往这里边一带，你看 2xy 加6除以根号下 xy。当我变到这儿的时候，那它就很明朗了。上面是两项，它一定是 a 加 b 的形，分子是多项式，它的本质就是多项式，而且呢都有 xy。但是它次数不一样，所以呢，我再继续变，肯定是要分离常数，根号下 xy 的平方加6，分离常数给它做分母，就剩下2倍的根号 xy 加上根号 xy 分之6。正数，任何两个正数的和一定大于等于2倍的根号下，它们俩的积然后4倍根号3。什么时候取得最值呢？当切紧当。我在这儿使用的均值 a 等于 b 2倍的根号下 xy 等于根号 xy 分之6，再结合 x 加 2y 等于5，我们要把这个值算出来。即 x 等于某一个值 y 等于某一个值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取等号。所以呢，你见得多了，我们一看这种形式，你马上就知道要把它展开。然后呢，分子一定是个多项式的形式构造出 a 加 b 的形。好，那么这种依然是构造洞察力是关键。你见得多了，你马上就会找到感觉，然后方向对了，迅速的就可以解决问题。